得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跟 IG， 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这次的影片会介绍一些英国的景点，包括牛津、中部小镇跟温莎古堡，有兴趣就一起看下去吧。第一站，我们来到巨石阵，这边是售票处，先提前上网买票的话，票价会比较优惠。去巨石阵的话，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要搭接驳车过去。沿途风景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经过几分钟，我们来到巨石阵啦。这个巨石阵已经在这个平原上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有很多块6尺高的巨石环状排列，横向也叠了大石块，变成一个个门形结构。有的研究会认为它有日历的功能，因为巨石阵里面几个重要的位置都好像指示了太阳在夏至那天升起的位置。也有另外的人说它是宗教举行仪式的中心，但它真正的建造原因和动机，至今在考古界还是找不到答案。纪念品的商店有卖巨石阵的模型跟明信片，这区的钥匙圈跟磁铁，还有很多不同口味的果酱。还有玩偶跟帽子、提袋，跟各式各样装饰性的摆饰跟小物。接下来来到的是牛津地区，这条街是牛津街，旁边有卖一些小物跟餐厅。这边有酒吧，还有手绘风景画的小摊贩。这间古老的半木造房子里面卖的是英国制的帽子。右手边的转角是日式寿司店，店里还有便当跟其他熟食。右边这间是超市，中间的 Boots 有卖药妆，旁边有卖包包，前面的如那雅是美甲店。接下来我们走到市场街，这边聚集了一些品牌跟餐厅。左手边也有纪念品专卖店。接着来到牛津大学城，这边进来可以看到很多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牛津大学的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伯德利就是最主要的那个图书馆，藏书很丰富，是英国第2大的图书馆。哈利波特也有来这边取景哦。左手边是克拉伦登楼，是大学一些处室的办公室。前面的是叹息桥，桥的两端连接办公大楼和学生宿舍。因为每次学生走这条桥前往考场都会唉声叹气的，所以就被叫做叹息桥。接着我们进入伯德利图书馆参观，木门上有各个学院的徽章。图书馆占地非常大。馆区间还有地下室的连通道连接起来，四面包围的一个中庭，中庭的主要入口叫做五阶塔。前面的圆顶建筑是拉德克里夫图书馆，外观是新古典主义风格，也是牛津大学城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它也是英格兰最早的圆形图书馆。虽然它没有对外开放，但是还是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来一睹风采。地下也会有通道连接伯德利图书馆。前面是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是牛津最大的本堂。它的教堂尖顶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为英格兰最美丽的尖顶。穿过小巷，我们到另外一个区域，这个是莫顿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从旁边的小路走过去，后面这片草地是战争纪念公园，这里也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起源。我们继续往前走，会看到右手边的是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同时是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座堂，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同时是宗教场所的学院。里面也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像是回廊跟楼梯都是电影《哈利波特》的拍摄场景。最经典的霍格华兹学生餐厅，灵感也是来自这里哦。塔上有一个是在17世纪安装的大汤姆钟。我们继续往前逛逛商店街，左手边是邮局，邮筒也很有英伦复古风。
这边是咖啡厅，有饮品跟点心。对面是牛津市政厅，也是一个博物馆，旁边有一间咖啡厅。前面这条也是牛津主要的购物街。这间是白色系的服饰，还有卖家居用品跟礼品。旁边的玛莎百货有卖很多服饰跟食品。对面的是 Costa Coffee， 是英国最多的连锁咖啡店。前面是 Westgate， 是英国牛津的主要购物中心，里面有咖啡馆、餐厅、电影院等等的休闲设施。右边这里有卖各种口味的甜甜圈。这间是荷兰国民品牌，专卖香氛、香水等等。Office 是英国的鞋店，有男女鞋、童鞋，价位从中到高都有。旁边这间卖的是女生的配件，像是包包啊、帽子等等。这个有白色点点的店面，卖的是女性内睡衣。这间 Dr. Martin 有卖很多靴子、凉鞋，隔壁则是巧克力专卖店，包装很高级，很有质感，可以当做伴手礼。左手边是一间日式餐厅，有卖寿司跟便当。往前有 Uniqlo， 是日本的品牌。The Body Shop 是英国品牌，有卖身体乳啊跟香水。隔壁有英国内衣连锁店，也有卖居家衣服跟睡衣。对面这里有男女装，这个百货里有超过100多间的商店，也是可以安排大概1到2个小时在这边逛街。手扶梯到楼下，中间有服饰的特卖会，聚集了超级多人。逛完出来，右边这边会看到牛津纪念品店，有卖一些摆饰啊、娃娃跟衣服。隔壁是面包店，也有提供座位可以坐。右边这间饮料店是台湾人开的，有卖珍珠奶茶。旁边是一间餐厅，卖的是排餐跟海鲜，气氛非常好，有室内啊跟室外的座位可以选择。右手边有裁缝店，可以在这边定制西装。这间有牛津大学的纪念衣服跟明信片，旁边卖的是男生的西装跟衬衫。对面是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是牛津的主教堂，内部有开放，可以进去参观。这间是牛津大学王后学院，这学院的特点是其新古典主义建筑。接着来到比斯特购物村，这边是英国最知名、品牌也最齐全的 Outlet， 而且1年4季都会有折扣，所以喜欢购物的人一定要把这里排成行程。这间鳄鱼牌有卖休闲服饰。Our Passion 是一间复合式的手表店，里面有7间品牌。Paul Smith 是设计师品牌，他们家的服饰剪裁很好，受到很多人喜欢。这边2间是包包品牌，有卖像是相机包、托特包、皮夹等等，超多包款可以选择。除了包包以外呢，最多的就是服饰店了，从连锁品牌到精品、设计师品牌，在这边全部都找得到。也有美式餐车，卖的是面包跟饮料。旁边这间是 Vans， 有卖板鞋、服饰，黑白棋盘格是他们的特色。这间是日本的精品服饰，男装啊、女装、童装都有卖。右手边是卖电视跟音响。这间有男女装，有工装跟一些酷酷的风格。Loewe 是西班牙精品品牌，主打手工制的皮包跟皮夹。右手边是意大利精品品牌，有香水、手表跟包包等等。这间是英国品牌，主要有定制的泳裤、冲浪裤等等。隔壁是 Prada， 有卖衣服、裙子、包包。这边逛下来会发现品牌真的超级多，而且对亚洲游客来说更是超级好买，很多品牌的价格都会便宜很多，再加上有折扣，绝对是大包小包回家。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专柜品牌的美妆，隔壁则是卖包包品牌，都是在打折，价格超级划算。旁边这间最知名的就是红底高跟鞋，是来自法国的设计师品牌。来到这个英国最大的 Outlet， 除了可以买到3折起跳的商品，你还可以退税，很推荐大家安排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这里逛街。下一站我们来到温莎古堡，在对面的商店街就有一些餐厅跟酒吧，旁边有一些纪念品店。右手边的温莎皇家车站原本是专供给皇室使用的，现在都开放可以让游客参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温莎城堡咯。
这边成人的票价大约是30英镑，如果先上网买票会比较便宜一点点。温莎城堡从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在位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目前还是英国王室的行政官邸，里面有王室的会议厅、寝室、圣乔治大厅、国王夜间厅等等。温莎城堡的外观跟其他的英国建筑都不太一样，外观都是用一块一块石头建的，看起来特别坚固，在以前应该是用来防御的堡垒。因为城堡里面是都不能拍摄的，所以我这边就只能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城堡的外观啦。馆内也有温莎城堡的历史跟建筑模型，可以更了解这边的故事。前面的是圣乔治教堂，很多英国皇室的婚礼都会在这边举行。这座哥德式教堂从里到外都是非常壮丽，不过里面同样也是不可以拍照的，就只能拍拍建筑外观。城堡外面也有一些小摊贩，可以在这边来一支冰淇淋。另外，在温莎城堡里面会有皇家卫兵交接的仪式，卫兵他会穿着红色的制服，戴着毛茸茸又高挺的帽子。卫兵交接的时间通常会在每周2、4、6的早上11点，因为观看的人潮非常众多，所以最好要提前半个小时以上去卡位。接下来到温莎镇逛逛，就在温莎城堡的正对面，这里有纪念商品店，卖了很多娃娃、明信片跟衣服。这里左手边有卖甜甜圈跟饮品，这边也有一些商店跟咖啡厅。中间的摊贩有卖地中海美食，有凉糕跟一些像是酥饼类的甜点。旁边这间 Daniel 是温莎最大的百货公司，有卖服饰啊、家居用品。这间 Boots 有很多药妆、美妆商品。除了两边有很多的店家，路中间也会有一些摊贩卖一些小吃、杂货等等。这个黑色的摊贩卖的是海鲜牛肉的料理，看起来很香很好吃哎。旁边也有可丽饼。左边的是文具店，有卖一些文具啊跟礼品。这里旁边有卖饰品。粉色店面这家有一些女装服饰跟配件。前面这栋聚集了一些品牌，可以看到有一些知名连锁服饰店。对面就是刚刚说到的 Daniel 百货，有运动品牌跟一些生活用品，也有美食餐厅。前面这是温莎伊顿中央车站，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是作为车站使用，大部分的区域都是给游客逛的购物中心了。一样有一些服饰店、咖啡厅，不少人也会选择在这边休息。英国的景点暂时介绍到这边，下集会带大家去逛逛更多知名地标。今天的景点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呢？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